美国希望中国参与斡旋乌克兰危机，中国如果真答应了，美国会不会发现自己又把自己埋坑里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话，说了很多关于乌克兰的问题，意思是你中国跟俄罗斯关系不错，跟乌克兰相处的呢也还行，要不然你帮忙说句话，让俄罗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下乌克兰的危机。因为如果乌克兰打起来全球经济都受影响，对你中国也不利。但是美国人后来发现呢，中国在这个通话中表示，各方应该保持冷静，不要做任何挑起紧张局势和炒作危机的事情。除此之外呢，中国更多强调的是要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安全问题。这里显然是指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构成的安全压力。中国外交部态度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地区安全不能通过加强甚至扩大军事集团来保证。意思就是北约东扩我肯定也不同意。而明斯克协议呢，是各方公认的基本政治文件，应该得到有效的实施。中国将支持根据协议的方向和精神所做的任何努力。所以我们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只要是正确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我们都支持。对于美国提出的希望中国参与斡旋，我们没有直接否定，但是也没说答应。其实呢，我也很好奇，这是谁给布林肯出的主意啊？美国现在的心态是什么？一方面是要巩固北约东扩的成果，让乌克兰继续留在西方阵营；另一方面呢，又不能跟俄罗斯直接冲突，因为美国、北约现在玩不起。所以布林肯说希望中国帮着发挥一些影响力。中美双方领导人不是说了吗？中美要寻找合作机会，开拓合作领域嘛。那么现在你看，我给中国带来一个合作领域，就是这个乌克兰问题，大家一起通过合作来维护地区和平。但是美国是不是没有想清楚，让中国帮着在乌克兰危机上进行斡旋，美国有可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不利局面。首先，如果希望中国答应美国的要求，美国是不是也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满足中国的战略利益？凭什么中国替美国出力，而美国拿不出应有的态度呢？这次通话中，王毅就强调了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冷淡原因是美国继续在关于中国的言行中犯错误，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冲击。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中国不可能单方面满足任何美国的战略需求。而且中国就算答应美国的要求，参与了斡旋，也肯定不会去牺牲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当然呢，也不会去刺激欧洲。所以美国想要的结果，中国肯定不会给，那就解决不了核心冲突。如果中国拿出了合作的态度，美国自己不配合斡旋，道义上丢分的还是美国自己。而且呢，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斡旋成功了，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得以避免冲突，让欧洲感到安全，那美国就更没面子了。美国可是打着保护欧洲安全的旗号介入乌克兰问题的。如果最后大家发现美国的介入不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是中国的斡旋起了关键作用，那么在欧洲国家眼里边，你美国的安全保障还有什么意义？有事儿还是找中国更靠谱，那可就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所以呢，我们可以好好想想，布林肯提出让中国帮助斡旋，到底是缺乏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还是真的发现美国和北约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无力？这两天更有意思的是蔡英文，美国一边说希望中国参与乌克兰问题，蔡英文一边说台湾对乌克兰的事儿感同身受。既然如此，中国一定不会希望乌克兰问题的结果能让台湾获得一个参照，获得任何便宜。也就是说，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让结果对乌克兰更加不利。这真要是感同身受的话，恐怕乌克兰人一定会恨死蔡英文，在他们肚子底下点了火，还添柴。好，如果中国真的参与了乌克兰问题的斡旋，到底对谁更不利，对谁更有利？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